以前在宅子里待着，总觉得没有劲，那是因为日子不是自己在过。如今什么都没了，我倒觉得每天都很新奇。你失去的那些，最终都会回到你身边来。能不能过，靠的不是这些死物，是人。府中内战没了生机，以后要如何是好？这庄子里这么多人，靠你一个人是救济不过来的。哪怕能一时一地的帮，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窟窿，除了自救别无他法。生机究竟在哪里？就在这儿。姑娘说的法子，举家经商。这用贫求富啊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从前你们都只在内院做事，以后都要做带兵的头领，冲锋陷阵。咱们一起在皇都闯出一条路来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是要做什么大事业。我要让花家有自己的铺面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我相信你。以前跟着祖父游历四方的时候，困在阁楼里的时候，竟然不知道夜晚的灯火这么好看。大概是因为以前这些灯火跟你没有关系，现在它照亮的是跟我们一起修缮河堤的百姓。人生还真是这样，不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还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这部戏的格局很大，它是依据于每个角色的成长。7尺男儿要走堂堂正正的。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国。君子之心是内正其心，外正其骨。你是小青衣带我，我都知道的。不信我猜，天是会塌的。顾远熙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那到后期，女性做生意，我家这位师傅呀，主要贵在用心，会有一些跟观念的抗争。一开口就是3年长约，是不是为时尚早？到最后是慢慢的承担起了这个责任。顾妍希和花芷2个人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抗争，他的故事。2个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了解了对方所面临的苦和困难以后，他们就会有互相救赎的过程。他们是彼此把脆弱的一面告诉对方，然后可以彼此安慰的人。都是读书人，怎能无端猜测，说出这等无耻之话？沈琦是沈家的长子，到了后期，沈家都被抓进了大牢，自己和弟弟出来，要靠他们2个撑起整个家。芍药是顾妍希的妹妹，她经历了非常多成长的伤痛。
从而有很多的创伤后遗症，到后来慢慢的遇到了花家哥哥，还有沈焕，慢慢跨过心理的坎的一个女孩。沈焕是沈家的二公子，沈家被抄家之后，沈焕自己也清楚了生活的艰难，他也主动去为哥哥分担一些。他是花家里面的三主人，他是类似参考上王世充这样的角色，在这个皇宫里挥霍了50年，没人敢说。他在这个花家能做到掌家，就是要为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争一口气吧。他是一个家族的成长。西秀司奉命抄没江城，所有家丁给我带走。从大家的各自为政，厨艺女红一概不通，恐怕是要出河也难呀。先去阴曹地府去趟趟路，然后到大家团结起来，把整个家庭重新组合在一起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在人生中找到自己的目标，努力去靠近它和实现它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东西。那是年幼的我所见过最壮丽的风景，并在其后许多年的困顿人生里，被我反复回忆。花枝，其实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。你们家那些人虽然吵闹，但也热热闹闹，有家的样子。这谁叫咱家姓花呀？倘若你在一艘船上，这船行在海里，船上的纲手、周氏都离开了，听着不太妙。怀政顽固不化，据革职及其家，流徙北地，永不续用。奉旨抄家，不从者一斩。是。只留下一车哭哭闹闹、吵吵啼啼的渡客。都在笑话我们以后怎么办呀？享受花家尊荣，如今就该受花家之苦。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，真的没活路了。你若生了翅膀，不如振翅飞了，就不用再操心水里的事了。倘若真的弃之不管，这船必定会卷进漩涡里。世路多艰，看来我们运气都不好。这一次，我知道怎么选。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你想要护住他们，我便来护着你。我们都该再做一次选择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这回行船，你有纲手，有周氏，有和你风雨同舟的杜克，还有我。